倘若一個人學會內觀，那麼人生90%以上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。究竟什麼是內觀呢？內觀實則是對自我的深度審視，你能夠清晰洞察自己的情緒、念頭與慾望，唯有看見它們，你才能從其掌控中跳脫出來，不再充當他們的傀儡，而是成為主宰，進而改寫自己的人生劇本。對於那些追求開悟的人而言，內觀堪稱最為關鍵的修行功夫。毫不誇張地講，若一個人不具備內觀能力，無法掌控自身念頭，那麼他的人生必定雜亂無章，因為他總會被外界的人和事牽着鼻子走，被自己的情緒與慾望肆意操控。這個世界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誘惑與欺詐，且無常變幻。倘若深陷其中無法自拔，人生必將充斥着痛苦與失望。舉個例子，許多人認為只要擁有財富，便不會再焦慮。然而焦慮作為一種內在情緒，與外界的擁有並無必然聯繫。當你執着於金錢，便會擔憂財富縮水，甚至失去，進而渴望更多。有了更多的錢，又會覬覦權力。有了權力，還想追求更大的權力。人的慾望猶如無底洞，永遠無法填滿。正如那句“我本是間逍遙客，奈何生在帝王家”。即便古代帝王坐擁天下，依舊會被煩惱和痛苦纏身。他們渴望自由，渴望長生，而擺脫這些煩惱與痛苦的唯一途徑，便是內觀，向內探尋。過度關注外界，只會被外在的變化所束縛。我曾提及，外界皆是你內心幻化出的影像，由你的心所定義，向外抓取，猶如陷入無盡的空虛循環，永無止境。在開悟者眼中，那些執迷不悟的人，就如同蒙着雙眼，不斷張牙舞爪地抓取虛幻的影像，無法停歇。內觀能夠讓你從外在表象中抽離，不被外界變化左右，也不被大腦操控。大腦具有自動化運轉的特性，如同血液流動、心臟跳動一般，不受意識控制。在其運轉過程中，會持續消耗你的注意力與能量，即便將你耗乾耗盡，它也全然不顧。因此，大腦宛如一把雙刃劍，若運用得當，它能為你思考、分析、判斷、解決難題；若運用不當，它便會滋生焦慮、恐懼、懊悔、難過等負面情緒。因為大腦以情緒為食，你產生的情緒越多，它獲得的能量就越充足，運轉也就愈發迅速，直至你失去控制，甚至崩潰。就像焦慮症，通常會有2個截然不同的結局，要麼深陷其中無法擺脫，自我毀滅；要麼學會內觀，反制大腦，從容解脫，因禍得福，實現開悟。你不妨嘗試一下，當你開始審視大腦在思考什麼，想要做什麼時，它便難以繼續運轉。只要你觀察它，身體就會自動停止為雜念提供能量。沒有能量支撐，念頭自然會逐漸衰弱，直至消失。那些無明之人總是被念頭牽着走，無法停歇。要知道，念頭和思慮的運轉都需消耗身體能量，只有牽着你前行，它們才能存續。這便是心動即覺，覺知即無。儒家將內觀稱作察己，即自我反省、審視內心；佛家稱之為觀照，通過觀察，內心達到覺悟；道家謂之觀復，破除人為造作，回歸自然本真。總而言之，就是讓內心恢復平靜，排除外界干擾與思維執念，在本性清淨的狀態下，體悟外在規律，回歸內在本真，與大道合一，不偏不倚。對於初學者而言，剛開始內觀時，最好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因為前期定力不足，極易受到干擾。所謂靜能生慧，只有靜下心來，智慧才能生發。到了後期，當你運用自如時，便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內觀，將心安放在當下這一刻。
因為唯有當下是真實的，唯有當下能夠連通高維。經典中的觀字，意味着從內在視角出發，在山之外看山，在河之外看河。要想看清整盤棋局，首先得置身於棋盤之外，所以只有回歸內在，才能洞悉外界的規律變化。內觀並非脫離外界與現實，而是回歸內在的真我，看穿外界的一切障眼法，不被外部現象所左右，任外界風雲變幻，我自巋然不動。其實在生活中，很多時候我們根本無需動用大腦，只有在遇到具體問題時，大腦才有可能派上用場。而且一旦人回歸本心，提升認知維度，很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，甚至不復存在。絕大多數問題皆是大腦失控所致，它讓你不斷抓取、評判、比較，沉浸在二元對立的世界中，始終在低維空間徘徊。如果你能察覺到負面念頭，並看穿它所傳達的信息，將其轉化為正面念頭，那麼你的人生必定會向上發展。只有具備這種形而上的智慧，你才能奪回人生的主導權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